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這場知識拆解，我們不只要探討一家科技公司的發展史，更要進行一場深度的邏輯解構。我們今天的主角是目前全球最關鍵的人工智慧實驗室之一 Anthropic。我們將透過共同創辦人兼總裁達尼埃拉·阿莫代，也就是 Daniela 阿莫代的真實訪談，來拆解 Anthropic 的核心策略。更重要的是，在所謂的智能經濟時代，專業人士究竟該如何建立不可被取代的優勢，為自己的職業打造最強的防禦力？這絕對是一場充滿實戰觀點的深度分析。準備好的話，我們就直接開始吧。今天的知識拆解，我們將有系統的涵蓋5個核心主題。第一，我們來聊聊這位非典型的 AI 創辦人。第二，深入探討到底什麼是 AI 安全性。第三，剖析未來的工作形態會發生什麼本質上的改變。第四，分析全球在 AI 採用上出現的巨大落差。最後，也是最實用的一點，我們要找出人類在未來市場上的絕對優勢。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非典型的 AI 創辦人，來看看達尼埃拉是如何從一個英國文學背景，一路走向全球頂尖的 AI 領導核心。達尼埃拉的背景其實充滿了矛盾與驚奇，這正是他身上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來梳理一下他獨特的職涯軌跡。2009年，他帶着英國文學學位畢業，當時剛好碰上全球經濟環境最差的時期。他一開始投入的是全球公共衛生與國際發展領域，這培養了他看待全球系統性問題的視野。隨後，他轉戰美國國會山莊，參與政治競選活動。這段經歷讓他學會了如何在極度高壓的環境下進行複雜的人際溝通與利益協調。到了2012年，他進入當時只有大約40人的支付新創公司 Stripe， 親身經歷了早期科技公司的高速擴張。2018年，他加入 OpenAI， 最後在2020年共同創立了 Anthropic。這條看似毫無關聯、充滿反差的路徑，其實隱藏着強大的內在邏輯。他跳脫了僵化的學術邊界，建構了現代科技產業最需要的高度適應力以及影響力驅動的思維模式。重點來了，我們必須引入一個關鍵概念：好奇心驅動的通才。這指的是一種專業人士，他們利用廣泛跨領域的學習能力，找出自己的相對優勢，進而推動系統性的巨大影響。達尼埃拉自己也坦誠，他不懂如何訓練大語言模型，他也不是電腦科學家，但是他具備強大的溝通能力與永不滿足的好奇心。他不斷向頂尖工程師發問，直到完全理解科技的運作邏輯為止。他成功擔任了那些滿腦子公式的 AI 研究人員與現實世界商業執行力之間的橋樑。這證明了一件非常核心的實務觀點：未來的科技產業不只需要會寫程式的工程師，更需要能夠整合各方資源、建立組織架構，並且引導技術走向的跨領域通才。其實這也是未來職場中最難被自動化取代的稀缺能力，對吧？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2個主題：什麼是 AI 安全性？我們要來定義 Anthropic 所謂的極端責任感。Anthropic 這家公司的成立源自於一個非常深刻的經營哲學，他們選擇將公司註冊為公共利益公司，把極端的責任感置於無限制的技術能力之上。我們如果透過歷史對比，就能更深刻地理解這個策略差異。過去10幾年，早期社群媒體的策略劇本非常單一，就是追求快速擴張，盡可能獲取用戶的注意力。至於假新聞或心理健康這些社會成本，全部留到以後再解決。相反地， Anthropic 採用的策略劇本是在技術公開釋出給大眾之前，預先設想各種極端危險的情況，並優先處理安全性。達尼埃拉在訪談中明確指出，如果遇到潛在的大規模網絡攻擊或是生化風險時，他們絕對願意延遲發布模型。這是一種為了長期的社會穩定而自願犧牲短期商業利益的決策邏輯。在當今這個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科技圈裡，這是一個非常罕見而且勇敢的定位。我們繼續聊下去，這個數字7
代表着一個極度關鍵的商業故事。當初有7位共同創辦人決定一起離開 OpenAI， 共同創立了 Anthropic。在商業世界裡，共同創辦人之間的意見分歧與決裂，幾乎是最常見的新創失敗原因。然而，這7個人能夠緊密結合，共同承受創業的巨大壓力，是因為他們在之前的職場就已經建立了深厚的人際基礎。他們曾經互相匯報工作，懂得如何給予彼此尖銳卻具有建設性的反饋。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具備了成熟的衝突解決技巧。達涅拉甚至提到，他和他的哥哥，也就是另外一位共同創辦人達利奧，已經練習解決彼此之間的衝突將近40年了。這告訴我們一個很現實的實務觀點：持久的商業合作關係絕對依賴於團隊在面臨巨大壓力之前就已經建立的統一願景與高效率的溝通機制。我們推進到第3個主題：未來的工作形態。我們要重新定義 AI 的角色，它是賦能者，而不是取代者。面對 AI 的強勢崛起，社會大眾最大的焦慮就是害怕失去工作。但如果我們回顧工業革命的歷史，機器的出現主要是轉變工作的形態，而不是單純消滅所有的工作需求。讓我們用軟體工程師作為具體的案例來拆解。現在許多人擔心程式碼生成工具會讓初階甚至中階工程師直接失業，但事實上，開發者依然會存在，只是他們親手敲打程式碼的時間會大幅減少。當 AI 承擔了大量重複性的語法撰寫任務，工程師的核心價值將會大量轉移到產品邏輯設計、深刻理解客戶需求以及跨部門的人際協作上。這意味着未來的專業能力不再是比拼誰打字快或是誰背的語法多，而是誰能更精準地定義問題，並指揮 AI 來解決問題。這是一種思維層級的提升。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在面對 AI 這一項強大工具時，其實面臨2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關閉大腦，很多人遇到問題就直接把題目丟給 AI， 然後盲目相信並複製貼上它的答案。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智力上的偷懶，長久下來絕對會削弱人類的好奇心與批判性思考能力。第二種態度，則是將 AI 視為一位充滿耐心的導師。當你在寫作企劃或是解決複雜商業問題卡住的時候，你使用的是 AI 的引導模式，你要求它提供思考框架，一步步引導你突破盲點。這2種截然不同的選擇，將會直接決定你在未來人才市場的價值。你究竟是讓 AI 代替你思考，成為一個空殼，還是讓 AI 擴充你的認知潛能，成為一個更強大的個體？這是每一個專業人士現在就必須做出的戰略選擇。進入第4個主題，我們把視野拉高，來看看全球 AI 採用落差。這是一個充滿樂觀與焦慮對立的有趣現象。我們經常被矽谷的科技新聞轟炸，以為全世界都在瘋狂且毫無顧忌地使用 AI， 但真實的全球情緒數據卻指出了另一種情況。根據一份全球 AI 觀感調查顯示，在包含開發中國家的全球南方區域，人們對人工智慧展現出壓倒性的樂觀態度。他們將這項技術視為一種巨大的平衡力量，認為 AI 能賦予他們過去無法企及的教育資源與國際競爭力。這是一種渴望彎道超車的動能。相反地，在富裕的西方已開發國家，民眾的焦慮感卻佔據了主導地位。許多人害怕 AI 會打破既有的舒適圈，威脅工作保障，甚至動搖原有的社會階層。這其實是一個極度關鍵的國際政治經濟洞察。開發中國國家擁抱變革的渴望，與已開發國家害怕失去現狀的恐懼，正在全球範圍內拉開了一道巨大的 AI 採用差距。這個差距未來將會重塑全球的產業版圖。重點來嘍，我們終於來到第5個，也是最核心的主題。人類的絕對優勢，那些 AI 永遠無法複製的珍貴技能到底是什麼？當人工智慧已經強大到可以處理我們日常80%的資訊整理與生產性任務時，人類獨有的特質反而變得不可或缺，甚至是溢價極高的資產。我們可以將這些能力歸納為幾個核心：同理心、
建立真實的情感連結以及所謂的臨床態度。達尼埃拉在這裡提出了一個非常精準的醫療類比。在不久的將來 ，AI 判讀 X 光片與診斷病例的準確度絕對會全面超越人類醫生。但是，臨床的治療效果很大程度上依然取決於病患能否感受到醫生給予的真實同理心。這種安定人心、理解病患恐懼情緒的臨床態度，或是醫病關係，在未來將會比單純的醫學知識儲備有價值5倍以上。延伸到商業領域也是一樣。建立信任與共識的能力，這就是人類最後也最強大的絕對護城河。除了情感連結，我們更要學會利用 AI 來強化我們的領導管理能力。達尼埃拉分享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實務觀點，他將過去幾年的員工績效評估記錄去除敏感資訊後，交給 Cloud 進行分析，把 AI 當作一位客觀的管理教練。我們知道，人類主觀往往會因為日常的瑣事干擾，或是近期的單一事件而陷入主觀盲點。但 AI 可以非常冷靜地從大量文本中找出長期的行為模式。它能告訴主管，某位員工過去3年其實一直卡在同一個溝通瓶頸上，需要特定的輔導。AI 甚至能反向點出主管自己在給予反饋時的盲點與缺失。這就是實戰派的做法，利用機器強大的數據歸納能力，來放大並增強人類的領導與溝通技巧，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主管，而不是擔心被機器取代。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但在那之前，我希望你先冷靜下來，嚴肅地問自己這個問題：你會用 AI 來跳過思考，還是用它來擴展潛能？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會徹底決定你未來10年的職涯高度。科技發展本身不會自動為個人帶來進步，強大工具的威力完全取決於使用者的心智模型。如果你只是想找捷徑，把大腦外包 ，AI 會慢慢剝奪你的思維肌肉。但如果你把 AI 當作鍛鍊大腦的重訓器材，不斷與它進行深度的邏輯對辯，你的認知能力與創造力將會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在 AI 能力指數型成長的時代，真正的護城河不是盲目比拼技術，而是強化人類獨有的同理心與連結能力。把 AI 當作擴充認知的導師，而非逃避思考的捷徑，我們才能在智能經濟中立於不敗之地。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